大家好，我是 Paul， 欢迎来到谈谈走走问号调查。在数字化浪潮下，目前市值排名前3高的虚拟货币是比特币、以太币、BNB。许多人都错过了这个难得的机会，正在寻找另一个加密货币挖矿投资。但是受限于加密货币专业知识，以及挖矿至少需要$2000以上快速电脑，和至少花1到2年的时间才可能获得一个币，造成很多人听到挖矿就感到却步。因此，简单、门槛低，不需要投入金钱，使用手机，只要每天启动1次按钮，随时随地可以挖矿，就很符合大众的需求。拍币挖矿就在这种迫切需求下诞生。然而，有的人认为这可能是诈骗，有的人认为这可以赚小钱或者赚大钱，甚至认为这是史上最大的集体行动。到底事情真相如何呢？这是一个热烈讨论的话题。我们将时间推回到2019年3月14日。2019年3月14日，这天是个星期四。加州斯坦福大学 Dr. Nicolaus Kokalis 筹划多年的手机挖矿 Pi Network 应用程式正式上线。经过2年多的推动，整个团队处理相当多的事情。我们先插一段小提醒，再来看看这个团队做过哪些事情。这个提醒对每一个挖矿的朋友都是有帮助的。凡是新进来挖矿的成员，在经过3次，每次24小时挖矿后，可以开始设定安全圈来增加算力。有2个方法可以添加值得你信任的拍成员进入安全圈。第一个是添加现有拍成员里面，可以添加你的上线或下线，也就是邀请你或者是你邀请的人。另外一个是邀请其他非邀之人，只要将其他拍成员的电话号码加入到手机的通讯录中，最好是有经过电话验证的号码，然后从拍点选通讯录添加进入选取，这样你的安全圈就可以很快达到5人以上，当然算力也会增加许多。现在我们来看看大事摘要。2019年3月14日初启动挖矿速度为每小时 1.6 拍，到了2019年5月22日，拍注册用户超过1万人，挖矿速度第一次减半为每小时 0.8 拍。同年6月4日， Pi Network 在主页公布核心团队成员。7月5日， Pi 注册用户超过10万，挖矿速率第2次减半为每小时 0.4 拍。8月19日， Pi 核心团队在 Pi 社区启动了调查，以了解社区如何说明将 Pi 网络构建成更好的平台。8月23日， Pi 核心团队为 Pi 社区建立了另一个调查，调查用户关于 Pi 的建议，从而帮助确定推广 Pi 的最佳方式。9月10日，团队聊天室功能上线，每个用户都可以建立自己的挖矿团队聊天室。10月31日， Pi 突破100万活跃用户，挖矿速率第3次减半为每小时 0.2 拍。12月26日，官方公告 Pi 已经成为全球运动，2019年开启，将在2020年完成目标。12月30日，开发者频道上主网前会给大家没有短信和实名认证的一次机会。2020年4月18日， Pi 节点更新。对于2020年第2季度， Pi 的目标是完成 Pi Testnet 的选择阶段。2020年11月18日，正如之前多次沟通的，我们将为先驱者提供一次在主网之前更正其账户名称的机会。2020年12月8日，超越1000万活跃先锋，主网1年内上线。Pi 已经跨越1000万活跃用户门槛，基础挖矿速率减半，挖矿速率将于下次会议做调整。2020年3月6日，Pi 钱包快讯，在今早的12个小时，我们将 Pi Wallet Lake 测试版启动于活跃的节点上，并纳入了1万多位先锋能透过电脑节点的使用者界面进一步测试 Pi 钱包。2021年3月20日，紧急通知，严防假钱包。在3月14日的 Pi Day 时，宣布今年的3月31号于测试网启用，能使用测试用 Pi 币的 Pi 钱包。我们近期已注意到伪装，官方 Pi 钱包的举报数量增加，请等待。3月31日在主页宣布 Pi 钱包的通知，并当心任何宣称是 Pi 钱包的诈骗与运用程式。2021年3月26日 Pi Network 全球已超过1500万活跃先锋。2021年3月28日钱包地址与密码更新。2021年4月1日
拍钱包介绍。现在钱包测试只要有电脑版程式就能进行测试，手机 App 尚待审核通过，通过后手机就能进行更新，并一起参与测试钱包。就在这个月初，4月8日，尼古拉斯亲自在影片对电子钱包和浏览器做详细的介绍。这个更新只是一个小小的辅助功能，事实上，拍从技术上已经具备上线组网的条件了。拍的钱包一直都在细节和体验方面进行改进。尼古拉斯接下来要继续做的还有生态应用和KYC 认证工作。我们来看看活跃人数成长时间线。2019年3月14日开始挖矿，2019年5月22日大约花了2个月，拍注册用户超过1万。又过了2个月，7月5日拍注册用户超过10万。再过了3个月，10月31日拍突破100万活跃用户。又再经过了13个月，到了2020年12月8日超越1000万活跃先锋。经过了4个月，2021年3月26日Pi Network 全球已超过1500万活跃先锋。我们再用另一个角度看看月数与挖矿人数曲线图。从这个图当中我们可以看见，挖矿活跃人数是急速增加的，很有可能在未来2到3年达到11亿台币。虽然挖矿人数激增，仍有很多反对意见以及支持的想法。我们来看看正方及反方的思考不同点。一般来说，对于这个项目分为2派意见。反对的人主要的原因有3个。第一个原因是手机算力小，无法进行挖矿。这一点在支持方认为，人会有这个想法是比特币给我们的印象。不同的加密算法会带来不同的挖矿方式。比特币是采用 SHA-256 的算法，需要用专门的 ASIC 矿机进行挖矿。以太坊 ETH 采用了 ETH 的算法，可以用电脑 GPU 来挖矿。门罗币可以用电脑 CPU 进行挖矿。而 Pi Network 的拍币是用恒星共识协议和联邦拜占庭协议的共识算法。这样的算法实现可以让数亿人的手机挖矿，不消耗电力，几乎不占用 CPU 和网速。所以赞成方认为这个挖矿项目是可行的。第二个反对的原因是矿币数量太多，没有价值。他们认为以现在每天挖矿数率加上算力，一个人独立挖矿一天可以挖到3.6颗。预估全世界未来会有10亿人挖矿，拍币数量可能超过10000亿颗，这样是没有价值的。针对这一点，赞成方则认为币量将来可能会超过10000亿颗，但是因为使用人数和商家众多，平均下来每人可获得的币数也就很少了。再加上除了10亿活跃挖矿户外，其他几十亿人也都需要使用它，那平均下来又更少了。若按照业者预测上主网后，每个拍币价格会逐步达到150到300美元之间。保守估计，一颗价值10美元就好。从现在到年底，大约250天，每天挖币3.6颗，包含算力币，年底可以获得900颗，那就有9000美元。如果是全家一起挖，那又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况且拍官方采取锁仓发放的方式是逐步释放的，因为锁仓意味着币量不会一下子因为释放过多而导致币值价格下降，所以我们的算力币会被保值的。反对方的第3个原因是，天下怎么会有白吃的午餐呢？拍币给我们免费挖矿，就是想要窃取我们的个资，然后偷卖吧。正方认为有戒心是很正常的，现在的世界是大数据时代，我们使用任何 App 软体时都可能让个资外泄，随时随地都会有隐私的风险，尤其是对英文不熟悉的人，这种恐惧感会更加深刻。但是我们现在只是填写姓名和电话，并还没有要求其他个人的资料。即使到将来 KYC 实名认证必须提供个人资料，认证机构只会用一串的数据显示 yes 或 no 回答拍官方，并不会提供拍个人讯息。以上是反方3个主要的想法，但是是不是这样就可以适宜就来进行挖矿呢？恐怕没那么简单。大部分反方他们还会有哪些疑虑呢？这些疑虑可以有答案吗？让我们来看看反对方另外的疑惑。反方第4个疑问是，拍项目这么大会成功吗？拍不是一个普通的项目，这个项目这么大，预计参加的人数这么多，要做的事很多，专案会成功吗？
正方认为，各国对虚拟货币都会有不同的政策，有些是在讨论中，或者是直接就禁止，也有可能因一些技术的问题会耽搁上主网的时间，还有各国政府、金融机构和民间究竟要如何配合，都是一件件很大的学问。我们可以观察经营团队，他们是如何在运作和经营的。创始人也经常在社交媒体上真人出现，亲自宣导政策和理念。他们一直很认真地经营这个项目，也一直在 App 里面更新资料。我们从 App 看到他们的搭建节点、测试 KYC 以及钱包，做好上主网前的准备。看着他们一步一步的过程，是有信心和期待的。反方第5个疑问是：免费挖矿，钱从哪里来呢？正方认为，在历史上，无论是贝壳、宝石、火柴，还是硬币、纸币等等，这些物件都曾被当作货币使用。而当人们认为它是有价值的时候，才会有价值。所以拍币本身可以没有任何价值，但是只要全体用户达成共识，那么拍币就可以为大家所使用的货币了。拍币的初始价值完全取决于易货，初步的易货价格完全取决于全体成员的共识。然而，拍币的价值也不是凭空产生的，重点就是在于 Pi Network 需要在全球尽可能多的地区拥有尽可能多的用户群体，然后有尽可能多的生态应用场景，可以实现易货。这3点也是可以看到 Pi Network 在上主网之前还是一直在努力进行和测试中。到了最后，反对方还有一个想法，上主网以后再来挖币。他们认为，为什么不等到上主网以后一切都确定了再来挖币呢？正方则认为，上主网时间预计在年底，从各种迹象显示，年底上主网是必然的，就算稍微延后也不会拖太久。若没有疑问，应该早点挖，到年底就已经挖了至少900个拍币了，这是正方基本看法。4月初，拍钱包又更新消息，手机端钱包测试版正式出来了，而钱包之后就是 KYC 了。大家做好 KYC 的准备了吗？关于拍币到底是诈骗，还是可以赚小钱甚至赚大钱的活动呢？会不会成为史上最大的集体行动呢？也许答案在你我的心中。